这个习近平推动这个新的政策其实某些角度来讲不是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在中国他们讲这个所谓校外培训其实就是课后补习啊。这个课后补习在亚洲是很常见的事情啊，日本、韩国、台湾中国、香港这个都很多。可是在中国课外补习也说实在的，在大都市有很多已经发展走火入魔了。那个费用非常的高，然后对这个孩子的要求甚至比正规的学校还要来得严格。这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社会非常强大的升学主义文凭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呢，从这个进这个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在竞争。没有快乐的学习，所以除了正规的学习之外，当然就不断的要比这个校外的培训，就是补习的各种的力道那当然这个收费越高的，提供的教学品质就越好。所以这很多人说不是在拼孩子是在拼爹就是拼他老爸的这个口袋的深度所以习近平呢，其实从上来之后就常常会先抓住说这个社会的矛盾这个政策看起来是解决矛盾，实际上来讲是有更深层的政治目的因为呢，大家知道你现在去补习在台湾在这个日韩在这个中国都一样，你去课外补习一定通常都补什么？你大概都会补数理为主英文为主，因为这些东西比较难说你从社会上自然而然的来学习，而且呢，为了升学考试，老实讲那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日本的这个大学入学的英语的考试，像东大的考试，像台湾的大学的这个指考的英语的考试这个连外国人士母语英语的人士拿来做都不见得能够满分的，都觉得这个有相当的难度这个我个人也在教书，看到那个难度其实是蛮高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凭学校正规的学习除非你真的是天赋异禀头脑非常的好，要不然这个没有练习大量的题目的确也很难说能够考高分这是实话，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这种制度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非常高度的升学主义、文凭主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从这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虽然号称说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其实在社会上制造的这种升学主义、文凭主义恐怕是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所以这个学生升学的这种压力重负其实是很高很高的。当然，中国政府平心而论，这几年来他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他也在广设大学啦。这个也增加许多这个升学的管道就说如果你要念大学其实也没有像过去一样，就是真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么难。可是你要进那种好的所谓一本这个985这种的还是相当难。所以习近平呢，这种社会主义的素朴思想呢，一方面就觉得你这个减轻负担了，但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你大家去补习呢，一定是补什么数理方面。但是数理方面补多了之后你这个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多少具备了你受到这些宣传这些影响，相对来讲可能会少一些。这是他恐怕单拎的第一个重点，因为你去补像以前我们在台湾升学要去参加补习，大概也没有人去补三民主义嘛虽然三民主义在联考也是必考科目，而且占分跟数学、物理、化学是一样的，可是几乎没有人会去补那个但不用理解，他就死背就好。对，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还是承继这种补习教育的话只是让这种思想教育更加边缘化。这必然的，人的时间一天就是一定的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当然不是中国官方所希望看到的。第二就我个人的经验以前在台湾也是这样，这个在中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华人的社会恐怕有一定的共通性，就是这些数理的老师就是能够有这个很好的口才、很好的解题能力，能够在外补习的通常是出身于名校。然后呢，在名校这个学校的薪水毕竟不如在外面补习所赚的钱多，所以他就舍这个正规的这个教职去补习。那这类的人10之8、9是比较有自由主义色彩，对于政府是比较有意见的。就像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数学的名师非常的有名，后来他也移民海外。那个时候他的班有好多人去上，这个尤其是第一志愿名校几千人去上。这个第一次听到说台独是只能做不能说，那是30几年前就是在他的课堂上他就敢这样讲。
那他为什么会敢这样讲？因为他不在学校教啊，学校好的这个行政体系管不到他嘛。那至于说学生在乎的是补习的成效，好，怎么会在乎他讲这些政治呢？啊，对不对？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而且本来补习就是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事情嘛，所以这种想法哈，我这个当时有很多的这些补数理的老师哈，其实都对当局哈，到当时台湾的当局有非常厉害的批评升学主义，批评学校里面的党国啊，然后等等等等。后来他们赚了很多钱，也就移民海外。我认为在中国社会恐怕也差不多。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就是说，担心说，第一个，你不要透过补习，好让思想教育边缘化啊；第二个呢，不要透过补习哈，让这些老师哈能够在学校之外去影响学生的思想。好，这一点我觉得是中国官方哈特别在意的。那至于说，好像英语呢，那又有另外的重要性，因为好在真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也是，就是在大都市里面的英语教育哈，常常都是请外师。啊，大家这个家长会觉得，哇，外师啊，这个教的英语比较道地。那外师他怎么会帮忙中国官方宣扬思想教育呢？对不对？他顶多不讲国外的政治民主，不特别强调国外的自由，他就照本宣科哈，自然而然思想教育又要边缘化了。所以啊，这些减负的作为，让学生不补习哈，减轻学生的负担啊，是的确有这个效果。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思想教育边缘化。啊，避免老师传播自由思想，因为毕竟你比较管不到他啊，所以我想这是习近平一个真正的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这种红色思想教育没有吸引力，没办法推陈出新啊。所以你这个再怎么样用各种多媒体比较新鲜的方式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社会这个真正的广泛的认同。所以他就心里很着急，所以就用这种行政方法来阻止、来保护他的思想教育。